凌晨4点半，摩托车的轰鸣声一阵一阵地划过大街。魏一才搭着妻子准点回到自家小店，8年如一日的坚持，只为给街坊们提供一顿地道美味的早餐。老婆嚟，一隻拎出嚟，你咬呢？我話嗱作料啊！老板注意来了。好。不哎，这后路。刚接过手的新鲜猪红，正是魏一才的镇店食材。8年来，夫妻俩就凭着一碗猪红汤，收买了一大批食客的胃。要制作一口让食客回味的猪红汤，绝对是一个技术活。过滤、调制盐水、混合、快速搅拌、凝固、切件儿、烹煮，每个环节都需要精准的技术和时间支撑。挑掉里面那些碎的，挑那些完整的，一桶猪血做到来，真的成品也是正在几成的。哦，老婆，我来招招。哦，每個個得心得內，要把水聲，放羹下。哦，我招招。魏一才早上的任务是先处理猪红，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往市场，抢购猪红汤的配料。绑青呢，主要要看这个肉的鲜亮度。它这样就是那个新鲜健康的猪，早上刚杀的，而且呢，这些它带的那个瘦肉比较少。这样呢，吃起来的口感跟就比较好一点。那猪肝呢，健康的猪的猪肝吃起来是很好吃的。这个猪肝是属于健康的那种，它的表面很光滑，而且那个颜色啊，带有没有那么红的是，而且呢，它不会深一点一点，反过来呢，它也是很漂亮的，不会说是深红色哎。这个肝就很健康了。福明检查到1号。怎么会？精挑细选，通过观其颜色，魏一才就能快速准确地分辨食材的优劣。装好了肉，魏一才一刻也不愿意在市场里停留。他要立刻赶回店里，用最短的时间把新鲜配料切好。切肉也考验刀工，顺着猪肉的纹理，快刀薄片。切出来的猪肉肌理通透，能够保证下锅时火候的把控和烹饪出的口感。切好的配料放入冰柜保鲜。完成了配料的准备工序，魏一才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，就出现在了附近的菜地里。这菜蒸了才是。比較好食，哎，我冇能做能買紅雞，我就買一粒，我就比人家一雞。嗰又得上好，隻雞啊無肉，甲好水清氣上，一年3樣還是清氣上。做清楚的菜多咯，知道生來好。無肉甲落烤啊。你話主要單係菜無落嘅，佢無落血農藥。我無散落嚟，土10杯。土10杯啦。是啊，因為鋪頭係冇用到隻菜嘅。鋪頭食我這套菜就紅窗就條，但就直接切15根出上好啊，當切好。好。魏一才手上拿着的植物叫珍珠花菜，这种潮汕特有的蔬菜是猪红汤的最佳搭配。而为了保证菜的新鲜安全，魏一才每天都会亲自来到菜地里，直接跟菜农购买。老婆啊，菜來哦，落菜先切掉嘅。
早上7点半，附近的上班族也陆续出门了。猪红、猪杂、海鲜、青菜一一备全。妻子陈丽文负责下面，魏一才负责猪红汤的烹煮。我每上班的时候，拢有来做食个倒味汤或者是打米。一碗珍珠花菜猪红汤，一份干捞面，就是汕头人的丰盛早餐。阿哥啊，这碗猪血的味道怎么样？哎，不错啊，它这个挺有特色的，这个猪血挺特别的。猪血呢，我们潮汕地区主要是吃了猪血之后可以去尘的作用，而且你内网呢是加那个珍珠花菜组成的。是这个菜吗？对，这个菜吃起来就还有消炎跟清肺的作用。轻轻一咬，猪红迅速在口中裂开，咀嚼时有一种弹牙粘性的口感。配上浓浓的猪骨汤、猪肠、猪肝和爽口清脆的珍珠花菜，再加上魏一才特调的葱猪油，一碗层次丰富的猪红汤，是食客们活力一天的开始。自己用心用力去挑，吃起来顾客呢就是认同的人他就比较多。我做这个大概8年了，做这个呢是很用心做，所以呢。这个汤水做出来，这顾客还是有一定的口碑，还有一定的认可。原本从事装饰材料生意的魏一才，因为改不了吃货的特征，但又苦于找不到满意的猪红汤，所以决定自己动手，这才有了今天的这家小店。因为汕头的早餐呢，猪血呢，很多人在做。但是做的都不那么精细，我就看到它还有提高的空间，也从小自己很喜欢吃猪血，所以才有这个机会遇到一个老先生教我这个手艺，后来才喜欢上这一行哎。来，老婆吃不对，辛苦了啊。辛苦了，哎呀，这几天哎，生意很好，都很忙哎。热爱是最好的老师，魏一才的大跨度转变，纯粹是因为好这口。而吃货最具有的就是分享精神，只有把美食分享出去，吃才变得更加有意义。打算继续做，因为现在是等于是。做得很开心哎，顾客吃到我的东西，对我有一种认可，顾客的认同感是我最大的动力，所以我还是继续会坚持，保证保量哎，就是保证给顾客吃到最新鲜、健康的食品哎。年过花甲的黄水贤跟魏一才一样的辛劳，每天的4时3刻。他已经完成了当天的采购，开始为当地一种最受欢迎的早餐做准备。我哋自己翻爐就關住門，自己一個人喺度煲滾水、煲眉豆、煮豉油、切豬肉，整好豬肉就打漿。自小店1987年开业的第1天起，黄水贤对早餐的原材料就有了最为苛刻的要求。呢個係腩角，不過你用豆腐好，做腸粉好係一流嘅。豬肉佬都鬧我嘅，你嘅豬肉就特別會夠架勢嘅做粉。我話我就係為啲豬肉，一個豬係冇幾多嚿嘅，一個豬腩係一邊一嚿就係嘅。我去到佢就磨利刀俾我自己搞噶啦。除了食材选购的较劲，黄水贤对早餐酱料的调制也到了疯狂的程度。煮滾佢高溫燒到，就放心食咯。豉油咧係好鹹，
就俾啲白糖調一調，食到又唔頸悶，食落又感覺好食。煮酱、切肉、搅拌、切粒、翻炒，一环扣一环，由不得黄水咸有半秒钟的松懈。这种既孤独又忙碌的场景，在狭窄的厨房里演绎了整整30年，而出品的就是一口既美味又饱肚的早餐——永汉肠粉。係咪好白啫？打出個醬摸到個白到靚，如果摸到好一粒粒就整多粒粉就唔好食啦。係嘛？今日煎唔煎咗啊？啊，我主要都切梅咯，切入去當就得啦。啊，好喎，你好去當啊。我捱咗5點鐘落去到6點之前我開口，因為一啲米菜啊同埋學生都早啲。早晨6點30分，酸菜、萝卜干、沙葛、豆角等主要的原材料都已经备齐备全，炉火也开启了。黄水贤和媳妇各就各位，等待客人的光临。我之前喺間園開嘅，依條聽仔，依條酸菜，依條雞湯，我2條，然後我2條雞湯可以轉油。好。一份肠粉加1杯豆浆或者1碗粥，早已成为龙门人最爱的早餐。很多龙门人都知道，这种肠粉最早出现在永汉镇，但不知道这家肠粉老店的掌舵黄水贤就是永汉粉的创始人。咁我就做好狗之後咧，我就都冇乜嘢好做。表姐夫以前做豬腸粉賣，我去睇咗佢2次，都係半個鐘咁左右。難得我一試就成功。从表姐夫那儿学到了蒸粉的基础，手上没钱的黄水贤以赊账的方式订购了一个炉头、1张桌子和几张板凳，就这样开启了肠粉档。從1987年3月天就做啦。一開檔嗰時冇乜生意嘅喎，做20零蚊一朝嘅喎。半年之後有一朝做到50蚊，嗰啲就1年就還清啦。因为馅料特别，口感好，黄水贤的肠粉生意是越做越火。慢慢开始，也有人跟风做起了肠粉生意。淨係100米唔夠就7間，因為做腸粉咯，冇蝦數咯，做完之後有現金兜咯。经过30年的发展，由黄水贤开创的肠粉店已经成行成市，为当地人带来了美味的同时，也收获了一个贴切的名字——永汉粉。永汉肠粉的长相和广式的布拉肠相似，但比布拉肠的皮儿薄得多。晶莹剔透的粉皮上，添加萝卜干、豆角、酸菜、沙葛、梅豆、肉碎、鸡蛋等不同馅料，吃起来既鲜香满口、细腻爽滑，还带有韧劲儿。早上9点，黄水贤的肠粉店已经座无虚席。多年来的用心经营，除了得到本地人认可以外，还吸引了不少外地人的青睐。做開心嗰啲人咯，一落車落，阿姨我又嚟啦咁。阿姨你嘅粉真係好食啊，食完又想食啊咁啊。蚊啊一個，做腸粉做30年啦，一日都未走到嘅，日日都企個位㗎。呢啲人換過幾次，一個前線兩換同人兩換。倒浆、摇盘、入炉、加料，婆媳俩合作无间。落山幾點鐘啊？ 11點半啦喂。
都賣梅呀咯，冇嘢賣咯，收檔啦哈。从4点到11点，7个小时的忙碌终于告一段落。婆媳俩在收拾东西的同时，儿子已经下班回来，在厨房开启炉灶做午餐。平時咧，我媽自己做早餐辛苦啲，我中午夜晚呢2餐飯咧就我負責搞掂，唔使我媽媽咁辛苦啊。剛才話廿色嘅，唔做，你中意啊？我中意雙海店就係店，唔知雙海店我就裝做。看似只需要把米浆蒸熟就能做成的永汉粉，很多人都会，但要如黄水贤一样，把一条肠粉做足30年，用一条肠粉创造一份事业，养育一个家庭的人极少。如果说早餐是一个城市的良心，那宵夜便是城市的灵魂。吃货们深夜出动，只为了邂逅最好状态的食材。晚上11点过后，食客们陆续出现在番禺南村的一间普通的大排档内。5點鐘開工，6點鐘有得食，6點鐘好少㗎，係晚上11點半、11點之後又開始多人㗎啦。到店却不点菜，大家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。同样等待的是大排档的店主李锦彪。每晚11點半過後，他都要到店門口候着。一般12點鐘左右，10點鐘前就到㗎啦。而此時，李锦彪的兒子正用最短的時間從肉聯廠取貨。大家翹首等待的美食到底是什麼呢？因為肉聯廠呢度佢要11點半先可以劏豬嘅，呢個時候嘅豬就係最新鮮嘅。11點45分，李錦彪的兒子準時回來。等候許久的食客終於按捺不住了。借下。呢度，出來！兩條排骨，好快！嚟，呢度！離開肉聯廠不足15分鐘，豬內臟還留有餘溫，趁其仍在抖動中，便分切給食客，絕對是午夜最毛骨悚然的美食誘惑。兩個菜蚊，2個人裝一個張係咪？3分。豬雜就是豬下水，除了常見的內臟，還有豬喉、豬舌、花腸、生腸等。把家常的豬雜做成15年長盛不衰的生意，自有絕活。以前做湯豬我哋湯豬叫做內行啊嘛。對豬最主要就係講內行，識唔識貨。15年咧經自己手嘅，一路自己去攞貨都係自己割。粉腸嗰度要揀㗎，係割啲花腸㗎咋。將你嗰部分割咗，曳嗰部分就唔割㗎啦。2002年，開屠宰場的梁錦彪兄妹一家轉行開啟了餐廳，菜式獨沽幾味，質樸原始。每桌必點的豬雜粥，粥底也頗為講究，
选用粘性较高的东北大米，提前熬制超过3个小时，直至米粒儿开花，富有油脂。每日3點半鐘翻嚟洗米，洗乾淨米之後加少少油，一路煲到5點半，睇睇佢夠唔夠面，加啲油咧，為咗個口感香少少，個粥夠面。廣東咁樣叫做廣東人最中意食嘅老火粥。李锦彪的店里每天可以卖掉一大锅约400人份的粥，周末更是要准备600人的分量。一碗猪杂粥，粥里有肉味儿，肉里有粥味儿。除了猪杂，当然还有一些市面难寻的货色。一头猪只有8两的猪脸肉是制作肠粉的最好馅料。我哋啲米漿係自己磨嘅，呢度有300-400條啦，嚟。接近透明的粉皮，包裹着新鲜的猪肉、猪杂，肉比粉多，鲜甜爽脆，能带给食客最大的满足感。